跟着季节开运好路，好运快来坏运跑路，有时不用波比不是怪，我的笑容都比你的假。你的灵感太过派来 get 灵，季节呀西呀地。What's good？ 全球乡亲安安 ，Welcome back to 所长开讲。所长你好啊！大家好。所长开讲是一档探讨开运哲学、宗教民俗的 podcast 节目。我是你们的 host 小蛙 Frank 蛙。我是灵根吉吉的所长王伯钧，灵魂的灵，树根的根，带来双倍吉祥的吉吉。接下来的时间，就由最有料的主持人小蛙和我一起陪伴大家，来一场水曜日的脑内微革命。OK， 所长 ，I got a big one for ya。你知道吗？我有一个朋友，他遇到那种简直不可理喻的奥客。他当下明明血压飙高，气到全身发抖，内心大概已经问候了对方祖宗18代。可是表面上呢，他竟然坐在电脑前，深呼吸，然后敲下好的，没问题，感谢您的回馈。最后还附上一个大大的假到滴水的笑脸符号。Oh my God, it's pure performative art, darling. 这就是现代社会的悲哀 ，Frank。荧幕上是笑脸，但我们都知道，他的内心已经经历了一场核爆。我常常在想，这样的妥协代价到底是什么呢？ Exactly， 我就不懂为什么现在整个社会都在疯狂推崇那种有毒的永远保持正能量，负能量怎么了？我们生气不行吗？这种强迫性的压抑早晚会搞出人命的吧？难怪现在大家都说薪水根本不是拿来做事的，是拿来支付精神损害赔偿的。Frank， 你说的非常精准。在心理学里，斯坦福大学的教授 James Gross 提出过一个著名的情绪调节模型。他发现，我们现在主流社会拼命鼓吹的正能量，很多时候其实是一种极度有害的心理防卫机制。学术上，我们称之为表达性抑制。大家在办公室里假装情绪稳定，假装高情商，但其实这种行为正在一步一步地从神经层面摧毁你的大脑与身体。摧毁身体？ Wait a minute， 你是说我那个朋友在那边敲键盘装乖宝宝的时候，他的身体其实正在打一场第3次世界大战？是的 ，Frank， 那是非常真实的生理代价。当你在崩溃的边缘强颜欢笑，你大脑的边缘系统，也就是负责处理情绪的杏仁核，正在疯狂地闪烁放电。为了解除这种内外不一致的矛盾，你的前额叶皮质必须疯狂加班，耗费极度庞大的认知资源，去死命压制你脸部的每一条神经与肌肉。所以他的大脑等于是在疯狂燃烧 CPU， 就为了维持那个虚伪透顶的笑脸符号。This is insane， 这成本未免也太高了吧？没错，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你的引擎已经在红线区狂飙，温度高到快要融化，但你却还死死地踩着刹车不放。这就是表达性抑制带来的下场。那整台车绝对会烧掉啊！难怪我那个朋友总是抱怨，下班后大脑就像一滩烂泥，有时候连主管5分钟前交代了什么，他都忘得一干二净，简直像个丧尸。It's a total burnout, darling。 是的，在心理学上，这就是沉重的认知税。当你所有的运算资源都被拿去维持那张面具，你当然没有余裕去处理当下的真实资讯，记忆力也一定会严重受损。而这种把能量死死憋在体内的状态 ，Frank， 这让我想起了古印度神话里的汉魔。汉魔 ？That sounds nasty. Mr. Wa， 如果你还记得，在我们节目的第36集里，我们曾经提到过蛇王 Vasuki 的前身叫做 Vritra。Vritra， 我当然记得，那个神话故事里的 Vritra 就是当时被视为带来饥荒和死亡的所谓的汉魔嘛。没错，在神话里
Vitra 把宇宙间的所有水分、所有的河流死死地锁在自己的体内和山脉深处，一滴雨都不准下，最后整个大地干涸皲裂，万物枯死。Oh my god， 这根本就是情绪便秘的最高境界啊！把眼泪、愤怒这些心灵本来就需要流动的水分全部憋着，然后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情绪控管得很好，很 professional。结果呢，就是心灵的彻底荒漠化。但问题来了，所长，我们就是社畜本畜啊，我们总不能每次遇到奥客就直接原地爆炸，或者在办公室掀桌子吧？掀桌子确实会带来现实层面的灾难。所以心理学给出了一个相对健康的解方，叫做认知冲平。也就是说，你不去硬压抑你的行为，而是去直视情绪真正的源头。很奇妙的是，古印度的神话也给出了完全一致的解答。面对汉魔，他们从来不进行什么温和的沟通，而是召唤了一头终极的神兽，那就是三面白象 Airavata。 三面白象 Airavata。OK，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了吧？所长开讲之印度封神榜，每一集都要请出一位神明来当做我们现代人生活痛点的解药。Frank， 你这话说的还真是一针见血啊！场面话我们就免了 ，Darling， 赶快带我们看看这头神兽到底有多 hardcore， 猛到能够治好全台湾社畜的情绪便秘。请你在脑海里想象一下，一头纯白无瑕的巨兽，长着3个巨大的头颅，它每走一步都像重低音喇叭在大地轰鸣。Airavata 的每一个头上还长着4根锐利如长矛的巨牙，全身上下披挂着黄金铠甲。但这些都还不是最震撼的，最不可思议的是它的鼻子。Airavata 的象鼻是一台贯穿宇宙的抽水机。贯穿宇宙的抽水机，这设定也太疯狂了吧！在神话的隐喻里，天界代表着我们理性的意识与超我，而地下的深渊水域则象征着潜意识的本我，那是我们心里最幽冥、最不见天日的地方。当汉魔 Vitra 把一切锁死的时候， Airavata 会将他那巨大的长鼻猛然探入最幽暗、已经淤积发臭的地下冥界水域，把那些被我们死死压抑住的阴影物质全部狠狠地抽吸上来，把我们心底那些发臭的、有毒的核废料全部吸出来。I love it。然后呢？然后他会高高仰起头，将这些庞大的能量化为漫天的云气，朝着干涸龟裂的天空疯狂地喷洒，降下一场洗涤一切的暴雨。说到降雨，我们华人最熟悉的一定就是四海龙王嘛。没错，但你仔细想想，四海龙王这类的神明，通常都带有一种浓厚的官僚体系秩序感。他们的降雨是带着天庭帝王的赏赐或者是惩罚的。又或者，如果你想到佛教里的白象，像是普贤菩萨的6牙白象，它代表的是极致的忍辱与节制。 Exactly， 就是那种高高在上，教训你要乖，要温良恭俭让的 vibes 嘛，假掰死了。但这头 Airavata 听起来完全不走这一套诶，它根本是纯粹的狂暴，纯粹的宣泄啊！可是所长，把这种狂暴的野兽当成解药，心理学界真的会买单吗？其实，这在深度心理学里恰好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荣格学派的著名心理学家 James Hillman 曾经提出过一个叫做病理化的理论。病理化这词听起来就不太妙诶。James Hillman 认为，我们现代人太过执着于追求所谓的痊愈跟正常了。但我们必须承认一件事，那就是在灵魂的历程中，痛苦、混乱，甚至彻底的崩溃，都是有其正当性，也是有其必要性的。I see， 所以你的意思是，崩溃不代表你有病，而是灵魂正在跑一个正常的 update 程式。
你只是需要重新开机而已。完全正中核心 ，Frank。这头狂野巨兽所代表的意义就是，你必须允许自己有彻底崩溃、大哭大吼的时刻。这种情绪的泄洪绝对不是软弱，相反的，它是强行洗刷掉我们表层那些虚伪的防御机制，让大脑重新呼吸的必要过程。所以就是不要憋着，直接向内心下一场痛快的雷暴就对了。你不去搅动底下那些发臭的泥水，心灵就永远只是一滩死水。不过所长，我这里有个历史的悬念，为什么偏偏是大象来掌管这种情绪枢纽？这背后是不是又藏了什么地缘政治的瓜可以吃？ I know you have a story for this。 这的确是一段非常迷人的历史考证。大约在公元前1900年的早期吠陀时代， Aryan peoples， 一支从西北方入侵印度的游牧民族。 Wait， 这段故事在我们节目里出现的频率好像仅次于乳海搅拌了吧？简直是万年老梗。没错，当时游牧民族崇拜的雷霆战神因陀罗，他原本是驾着由神马拉动的战车，但是当他们逐渐向东南推进，进入了恒河平原那种潮湿茂密的热带丛林时，他们遇上了当地强大的原住民 Dravidian peoples。 强龙碰上地头蛇。对于当地的原住民来说，森林和沼泽真正的霸主是大象和巨蛇。在早期的文化里，大象的长鼻神似巨蛇，它们被视为看守地下水和掌控季风的神圣象征。哇哦，所以 Aryan peoples 为了统治的合法性又来了，直接厚颜无耻的文化吸纳别人的神兽，对吧？没错。Aryan peoples 让自己的战神因陀罗走下了马车，跨坐上当地人最敬畏的白象。甚至 Airavata 这个词源本身就包含了来自水或是闪电的意思。 But wait， 天帝因陀罗，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可是神话界里标准的有毒惯老板吧？冲动、傲慢、死要面子，还整天搞事。好，你形容的真贴切。面对这样的老板，这头野性的巨兽 Airavata 根本不可能乖乖听话，这就引发了神话里的非常著名的一个事件，叫做碧衣仙人的诅咒。有一天，脾气暴躁的碧衣仙人把一条象征宇宙繁荣的神圣花环献给了因陀罗。结果因陀罗太过傲慢，随手就把花环挂在了 Airavata 的鼻子上。典型惯老板，把不想处理的公关品直接丢给下属。然后呢，大象发飙了吗？ Airavata 是野性的巨兽啊，花环上的香气引来了蜜蜂，不断骚扰它。出于本能，他根本不管什么神界的社交礼仪，也不管什么职场伦理，直接把花环甩在地上，一脚踩个粉碎。 Oh my god， 这画面听起来太舒压了吧？这在职场上就像是你老板硬塞给你一个超级不合理的烂专案，然后你在跨部门大会上直接理智线断裂，把企划书狠狠地砸在他的脸上一样。差不多就是那个充满戏剧张力的画面。这下好了，直接踩碎了碧衣仙人的玻璃心，后果是什么？被 fire 吗？后果是毁灭性的。碧衣仙人震怒，降下了可怕的咒语，瞬间三大界的神明失去了所有的神力和财富，连吉祥天女都跟着消失在海中，整个宇宙陷入了无边的黑暗与贫乏。哎，等一下，所长，你这故事引出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啊！如果顺从本能爆发会导致这种全宇宙等级的灾难，那我们到底该不该宣泄？这故事的发展不是反而证明了那些要我们压抑的人才是对的吗？其实不然 ，Frank。神明们后来并没有选择把委屈吞了下去，也没有假装天下太平。为了解除这个咒语，神明们展开了一场史诗级的巨大工程，也就是我们在节目里最常提到的一个核心事件。哇靠，又是乳海搅拌！天哪！所长，我们这节目可不可以有哪怕一集不要再讲到乳海搅拌或是 Aryan peoples 入侵了？我们听众的耳朵都要长茧了。不过等等，你的意思是说，众神为了找回繁荣，解决的方法反而是去把整个宇宙搅得更混乱？对，
而且就像你知道的那样，搅拌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最先浮出水面的不是什么起死回生的宝物，而是那个被叫做哈拉哈拉的、足以毁灭一切的宇宙剧毒。对，就是巨蛇 Vasuki 吐出来的那个剧毒。哇，这在心理学上的对应也太精准了吧！这就像是当我们终于决定直面那些长期压抑的情绪时，最先涌上来的绝对不是什么爱与和平，而是极度的痛苦、愤怒还有恐惧。没错，但是唯有经历了这场痛苦的重构，众神的能力与财富最终才得以浴火重生，宇宙也再度回归了正轨。所以把视野拉回我们现代人的悲惨经验，这个绞如海的剧痛，就像是你在一段 toxic 的关系，或者是惯老板的职场里长期委曲求全，直到有一天你终于受够了，决定划下界限，在会议上说出所有难堪的真相。那一瞬间，场面一定会超级难看，所有人都崩溃了，简直是毒水四溢。是的 ，Frank， 但是如果你不经历这场粉碎性的混乱，你永远就不会迎来真正的关系重生。我们心灵的成熟绝对不是去抹除你的本能与情绪，相反的，你必须勇敢经历那场粉碎表层自我的风暴，把那些狂野的生命力转化为最高的智慧。这才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认知重评最核心的机制。神话跟心理学的结合啊，听起来真的是很 epic。但所长，这不仅仅是停留在书本里的理论，对吧？我们现在就把视角拉回最真实的现实，这个远古的神话力量，在我们此刻的台湾社会中，到底是怎么真实上演的？神话的能量往往需要一个具体的物理空间来承载。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近10年来，台湾出现了非常多供奉四面佛的泰国神庙，几乎每个县市都有，而且还有越来越普及的趋势。这点我真的有点不懂，台湾的神明已经够多了吧？真的是满天神佛挤破头诶。在这种红海市场里，为什么大家还会这么热衷去拜四面佛？其实，法国哲学家 Michel Foucault 提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叫做异质空间。你想想，在我们台湾的社会结构里，特别是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职场跟家庭，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被要求要合群，要情绪稳定，要克己复礼？就连我们走进传统的庙宇，那些空间通常也代表着社会上某种已经既定成熟的道德秩序。确实，传统庙宇就是有一种祖宗8代跟长辈都在上面盯着你，你要乖乖听话哦的那种让人窒息的道德凝视感。没错，而这些充满异国风情的泰国神庙，它的运作逻辑是完全相反的。对许多高压环境的现代人来说，当他们走进那个充满热带风情、充满大象伏马的异质空间时，那本身就是一场物理与心灵上的双重出走。也就是说，他们短暂地离开了那个逼你必须表达性意志的社会网络，进入了一个完全没有道德批判的 safe zone。是的，从心理治疗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异国神庙提供了一个非常宽容、不带评判的容纳空间。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你如果大方承认我就是想发大财，或者我现在在感情里就是非常软弱，那是会面临极大的道德压力的。这样我完全懂了，因为这是一个外国神明的空间，所以我们大脑的 cultural defense mechanism 直接就被 bypass 绕过去了。潜意识会觉得，反正神明大概也不太懂我们那些繁文缛节的道德教条，所以在这里，你反而可以毫无包袱的大方承认自己最原始的欲望，还有最不堪的软弱。可以这么说，当你点上一炷香，或者是把一包米捐出去的时候，这个简单的动作，其实就像是 Airavata 把象鼻深深探入了冥界一样。你把你内心那些沉重的焦虑、说不出来的愧疚具象化，并且把它们外包出去了，转化为一种建设性的释放。顺带一提 ，Frank， 说到泰国神庙，你知道曼谷最著名的 Erawan 四面佛吗
Airawan 这个名字其实就是 Airavata 在泰文里的发音。这头狂野的白象在现代居然成为了安抚人心、承载无数焦虑的信仰地标，这也是一个非常惊人的巧合。哇，从办公室里的那句言不宗的我很好，到心理学家警告的神经核废料和生理代价，再从印度神话里的那头狂野的白象，把内心深渊整个抽干，最后连接到台湾信仰的意志空间，这整条线串下来真的很 amazing。各位听众，情绪的生命力是流动而非禁锢，我们拒绝那种 toxic 的正能量，不是要你每天当个巨婴无病呻吟，而是要你学会去信任你内心最原始的那份本能与野性。没错，所以当你感觉快要被这个社会压垮的时候，允许自己摘下那张假象的面具吧，向自己的内心痛痛快快地下这场毫无节制的狂风暴雨吧，因为那是洗刷掉意识表层淤泥的唯一方法。小蛙，你知道吗？在古老的印度传说里，最早的大象其实不是在地上沉重行走的巨兽，它们是长着翅膀，能在天际自由飞翔的云朵。只是因为太过调皮，被仙人诅咒了，才失去翅膀，掉落凡间，变成了沉重的模样。 My goodness， 这听起来好像童话故事哦。我原本轻盈飞翔的云朵，却被诅咒变成了沉重无比的大象。仔细想想，这不就跟我们的真实情绪一模一样吗？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想提出一点小小的问题，留给大家慢慢思考。来了，所长的大哉问来了。当你为了迎合这个世界的期待，每天耗费庞大的心力去死命维持那张完美的笑脸时，你的内心究竟已经有多久没有痛痛快快地下过一场雨了呢？我们是不是都忘记了懂得在该崩溃的时候勇敢崩溃，允许内心泥沙俱下？这其实才是灵魂的最坚韧的表现。哇，今天谢谢所长的分享，又是收获满满的一个晚上。我的荣幸。同时感谢全球乡亲的收听，谢谢你们的按赞、留言、分享。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星海加纳 Akasha， 由他为我们带来宇宙能量气象周报。Peace out。阳光太强，墙角太响，暖气整个八公 ，Oh my God，barbecue 了。黑板上的倒数计时，心情有够复杂，趁现在说出内心深处的话。大家好，我是伊卡莎，为您播报2026年7月12号到7月18号的宇宙能量气象周报。这周我们正处于小暑节气的热烈氛围中，天气越来越炎热，大自然的阳气也持续发威。同时，这周进入了2026年的第28周，灵数是1。小暑的热情遇上了代表着开创、行动与新起点的灵数1，再加上天上的月亮正处于不断扩张的上弦月阶段。这周的大环境氛围充满了一股让人想要勇往直前的强大动能。宇宙在提醒我们，不要再犹豫不决了，这是一个非常适合把新计划付诸行动、大胆迈出第一步的黄金时刻哦。接下来为您揭晓本周的灵根吉吉开运色，本周抽到的是向日葵色。配合这周的开创与扩张的能量，宇宙为大家抽出了代表着乐观、希望、带来光明与成就的向日葵色。这是一个属于上的大吉运势。向日葵色的专属诗切说：逐日昂然无畏惧，金辉洒遍满苍空，心诚则灵通大道，福至荣华岁岁丰。伊卡莎要特别神谕提醒你，这周的你就像是一朵盛开的向日葵，请把所有的阴霾与自我怀疑通通抛在脑后，遇到挑战时保持乐观无畏的心态，大胆地抬起头面向阳光吧。
只要你心诚且充满行动力，你就能够平步青云，不仅能达到预期的成就，更能将你的光芒分享给身边的人，迎来岁岁丰盛的好运哦。向日葵色对应的开运48音色为阿拉伯未来主义 （Arabic Futurism）。赶快去 YouTube 搜索 SZEP 开运48音色，找到编号06，专属于向日葵色的播放音乐吧。这是整整1个小时的纯音乐，非常适合你在开车通勤、专心工作，或是放在店里当做背景音乐来播放。让阿拉伯未来主义那种充满异域奇幻与热情生命力的音波，帮你好好净化这周的空间磁场。在你自信迎向阳光、勇往直前的时候，帮你把最耀眼、最丰盛的好运通通吸引过来哦。那么本周的湿婆12法相运势又是如何呢？请大家对号入座哦。首先，灵兽是白鹤的无身湿婆，这周非常适合重新整理办公桌，或是为自己安排一个全新的健身计划。规律的作息与清爽的工作环境会让你的效率大幅提升哦。灵兽是狮子的大天湿婆，宇宙正在提醒你该好好休息充电了。周末推掉不必要的应酬，让自己睡个好觉，或做个深层冥想，超棒的灵感会在放松时悄悄降临。灵兽是大象的喜乐湿婆，偏财运与投资雷达大开，这周非常适合处理税务、保险或是和别人合伙的财务细节，把账目理清楚，会为你带来莫大的安全感。灵兽是鲤鱼的福气湿婆，学习与沟通的能量超级强烈，赶快去报名那个你感兴趣的短期课程，或是安排一趟周末小旅行，会为你带来超棒的新鲜感。灵兽是孔雀的清景湿婆，你的眼光放得非常长远，渴望探索外面的世界。这周非常适合开始计划下一趟的长途旅行，或是阅读一本外文书籍来拓展视野。灵兽是角鸮的三木湿婆，职场上迎来了备受瞩目的时刻，大方展现你的专业能力，长官们都在默默给你打高分，升职加薪的绝佳机会就在眼前。灵兽是野狼的暴风湿婆，把生活的重心拉回温暖的家吧。这周非常适合和家人一起吃顿丰盛的晚餐，或是动手重新布置一下客厅，居家的温馨感会是你最强的后盾。灵兽是黑犬的恐怖湿婆，合作与人际关系是这周的重点。如果有一份重要的合约要签，或是想和另一半确认未来的规划，把握这几天去谈，一定能顺利达成共识。灵兽是流牛的受主湿婆，社交圈超级活跃，你就是团队里的人气王。多去参加朋友聚会或是网络社群的活动，你会在里面遇到对你有非常帮助的贵人。灵兽是山羊的山主湿婆，太阳正在你的本命宫闪闪发光，这是一个充满自信与新气象的黄金周，去剪个新发型，或是买一套新衣服，大胆迎接属于你的高光时刻吧。灵兽是乌鸦的始主湿婆，财运方面有不错的进展，这周非常适合寻找增加收入的新方法，或是把钱花在购买保值、有质感的实用好物上。最后，灵兽是龙王的银河湿婆，你的创造力与恋爱雷达双双满格，单身朋友快出门约会，有伴的人也可以一起去看上刚上映的电影，让生活充满浪漫的粉红泡泡哦。以上就是本周的宇宙能量气象周报。气象本无常，有备则无患，掌握宇宙能量脉动，创造自己的精彩每一周。我是伊卡莎，我们下周见。我们的传奇，灵感 power。